乌克兰连续拒绝美国要求，引爆世界话题，拒绝撤回谴责俄罗斯侵略的联合国动议，拒绝签署矿产协议，拒绝背负5000亿美元债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向乌克兰施压，敦促其撤回谴责俄罗斯侵略的联合国动议，并将其换成美国的和平决议。联合国动议其内容是指俄罗斯需要对这场战争负责，并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备战领土上撤军。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本次动议。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和平决议。该和平决议呼吁迅速结束乌克兰冲突，但没有提及任何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内容。特朗普政府的这份和平决议草案得到了俄罗斯单方面的积极回应。其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称该决议草案是个好主意，但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则持另一种态度。如国际危机组织的理查德·高文就认为，这种既不谴责俄罗斯侵略，也不明确提及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决议文本，看起来就像是对基辅的背叛，对欧盟的卑劣打击，以及对国际法核心原则的蔑视。泽连斯基看到这样的和平决议，就断然拒绝了美方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月23日晚间举行的大型记者会上表示，当前美国所提出的矿产协议不符合乌克兰立场，他将不会进行签署。乌克兰为什么2次拒签协议呢？理由很简单，没有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而且乌克兰也没有收到这么多援助资金。据《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报道，这新版本矿产协议内容比第一版更恶劣。除了依然没有对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外，新协议还要求设立一个完全由美国控制的基金来管理乌克兰的自然资源。该基金规模为5000亿美元，收入款项不仅包括乌克兰矿产资源收入，还要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港口、土地、地热资源收入的50%汇入该基金，直到数额达到5000亿美元才能停止。美国财长贝森特还在22日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美国没有想要获得乌克兰矿产所有权，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获得乌克兰矿产所有权的说法被歪曲了，是虚假和错误的报道。同时他表示，乌克兰与美国的合作能给两国带来很多好处，美国不会追求获得乌克兰实物所有权，更不会因此让乌克兰背负新的债务。其又在23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协议肯定会签署，他对1周内签署协议充满希望。但问题是，若按照美国这份新协议执行，以乌克兰如今自然资源经济年收益11亿美元，每年把50%交给美国计算，乌克兰起码要偿还909年，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各种援助可是不足1000亿美元的。如特朗普22日在记者会上第一次承认，美国对乌克兰的实际援助金额为985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670亿美元，其他预算支持31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网站显示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则为959亿美元，两个数字都不足1000亿美元，却要逼迫乌克兰偿还5000亿美元。试问谁敢签这种协议？谁敢把国家1000年的未来押上？而且乌克兰真理报23日援引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只收到了不到1000亿美元，因此愿意按照1000亿美元的规模谈。但他也强调，这1000亿美元不是债务，而是此前拜登政府的赠款。那特朗普政府真的不清楚美国援助乌克兰多少资金吗？显然是不是的。之所以如此迫切想要与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一是因为特朗普想自己拿出成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月25日美俄第2轮会谈在即，而俄罗斯已经做出表态，若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不了矿产协议，俄罗斯将以乌东占领区的矿产资源与美国签署协议，以换取美国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二是因为若按拜登政府免费援助的近1000亿美元，按照5000亿美元的标准收回来，特朗普在美国的威望将水涨船高，说不定会成为一个为美国赚大钱的伟大总统。三是因为特朗普团队认为该协议签署将促进俄乌和谈，而且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团队认为特朗普总统将因结束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载入史册。美国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也发文称，和平协议旁就是特朗普渴望的诺贝尔和平奖。按照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的描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团队称其有信心在本周内完成结束俄乌冲突谈判。不过23日晚，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对此进行了反驳，称特朗普团队所宣布的本周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
甚至他还表示愿意辞去总统职务来换取乌克兰的和平，或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目前乌克兰最后的希望来自欧洲，那在美国停止对乌援助后，欧洲能否完成援乌大任？对于该问题，有2家欧洲独立智库拿出了相应的分析报告。其中一家的报告显示，欧洲国家的国防投资每年约为2500亿欧元，占比 GDP 的 1.53%。2500亿欧元能够扩建一支30万人规模、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欧洲各国现有的武装力量叠加后，能够抵御来自俄罗斯的侵略。如果将国防投资提高到 GDP 的 3%， 将完全可以碾压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且在军事科技上甚至具有代差优势。这份报告主打一个看欧洲是否团结。另一家智库的报告则显示，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除外，若与俄罗斯不接壤的欧洲国家能够把本国 70% 的武器装备，包括坦克、飞机、大炮、弹药交给乌克兰，再加上经济支持，也能够击败俄罗斯。可见2份报告的成果都在说明欧洲能够挑起大梁。而且德国大选结果已于2月23日出炉，如预期一般，梅尔茨有望出任总理，乌克兰再添一大主力。综合路透社和德国之声报道，据初步计票显示，基民盟和姐妹政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了 28.5% 的选票，时隔4年再次成为议会第1大党。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也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绩，获得 20.6% 的选票，首度成为议会第2大党。现任总理舒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排名第3，获得 16.4% 的选票，这是该党自2战以来最差成绩。排名第4的绿党只获得 11.9% 的选票。在当晚庆功宴上，梅尔茨宣布，我们赢得了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他呼吁尽快组成新政府，称世界不会等待德国，我们必须迅速具备执政能力。他承诺将全力以赴，确保德国重新回到稳定、高效的治理轨道上。另外，乌克兰独立民意调查机构评级集团2月21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报告显示，91%的乌克兰民众拒绝接受没有乌方参与的美俄谈判。83%的乌克兰人认为，只有在获得足够安全保障情况下，乌克兰才能同意停火。特朗普希望美俄谈判并达成协议，然后逼迫乌克兰签字，大概率是行不通的。也正因如此，乌克兰并没有山穷水尽。据韩联社报道，美韩2国于2月20日在朝鲜半岛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其中美国出动了 B-1B 战略轰炸机和 F-16 战机，而韩国则出动了 F-35A 战机与 F-15K 战机。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特朗普上任后 B-1B 战略轰炸机首次飞至朝鲜半岛，并参与今年首场韩美联合空演。该机最高飞行时速可达 1.25 马赫，最大航程将近12000公里，从关岛美军基地出发2小时即可到达朝鲜半岛部署。韩联社据此猜测，美韩2国之所以进行此次联演，可能与朝鲜近期频繁试射弹道导弹，并逐渐深化与俄罗斯军事合作有关。所以，对于这次演习，除加强韩美战力之间的作业互通性外，2国还将在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扩大联合军演规模。此外，韩联社还报道称，据此前被乌军俘虏的朝鲜士兵表示，其希望能够前往韩国寻求庇护。对此，韩国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如果朝鲜战俘再提出投韩请求，韩国将根据相关原则和法律接纳他们，并提供所需的保护和支援。目前，韩国政府已向乌克兰传达了上述意愿，并将继续与乌克兰展开所需的协商。乌克兰则表示，如果朝鲜能够促成俄罗斯交换被扣押的乌克兰士兵，那么乌克兰将归还被俘虏的朝鲜士兵。另一方面，韩国宪法法院已决定，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将于2月25日结束，预计3月中旬会公布判决结果。据欧洲新闻台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北约成员国需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使其达到 GDP 的 5%。其中，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派夫克表示，该国2026年的国防预算将远超 GDP 的 4%，具体金额取决于自身需求以及北约的军事目标。目前，爱沙尼亚的国防预算已占 GDP 的 3%以上，超过北约规定的 2% 最低门槛。除美国外，爱沙尼亚去年的国防预算在北约其余成员国中排名第2，仅次于已达 4% 以上的波兰。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希望提高军费。例如，西班牙已明确表示将维持增加国防预算进程的原计划。根据该计划，西班牙今年的国防预算将增加到 GDP 的 1.32%，到2029年，国防预算将达到 GDP 的 2%，总金额约365.6亿欧元。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第6代战机的发动机项目目前已取得了最新进展，通过了关键审查设计，后续将开发发动机原型，并进行初步演示，以便在2032年7月11日前完成发动机原型的制造和测试。这项发动机项目属于美军 NGAP 计划的一部分，由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和普惠公司负责。其设计的发动机分别被称为 XA-102 和 XA-103，其中 XA-102 属于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历史上第一台使用基于模型系统工程开发的发动机，这是在发动机领域的一项新变革。目前该公司已展示了该发动机的完整数字模型，并确认已为下一阶段的开发做好了准备。而 XA-103 据普惠公司声明，其已在数字环境中完成了详细设计审查，预计将于2020年代后期开展地面测试。与两款发动机相比，这两款发动机均采用自适应技术，使飞机能够根据特定的飞行情况实时调整其推力配置，以生存能力、航程、动力以及热管理等方面均具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加快该项目的研发进度，美国空军于今年1月将 NGAP 原型阶段的合同资金从9.75亿美元提升到了35亿美元。而随着设计审查的完成，这两家公司已开始获取制造发动机所需的硬件。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泽连斯基拒绝5000亿美元债务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